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冲击国际核扩散体系，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引发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在周五于维也纳落幕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第66届大会上，中方彻底打掉了美英澳三国强行推动的旨在为三国核潜艇合作谋求合法化的修正案。这是近期中国在国际多边场合博弈取得的一次重大外交胜利。中方敦促三国重返防扩散体系的轨道，不要在核扩散的道路上一错再错，更不要走到国际社会的对立面。自去年11月，中方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就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开启政府间审议进程以来，这是该机构首次在大会层面审议三国核潜艇合作问题。会后，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洵接受中外媒体采访时表示，本次大会围绕三国核潜艇合作问题展开的交锋空前激烈、空前实质，广大成员国也对其引发的核扩散风险表达了严正关切。王洵说，三国不甘心在机构刚刚结束的9月理事会会议的挫败，企图在大会上逆风翻盘，不仅误导舆论、妖魔化政府间审议进程，还强行推动在有关决议中写入整段修正案，企图一步到位为三国核潜艇合作谋求合法化、洗白这一行径。面对三国来势汹汹，中国始终站在国际正义的一边，始终以实际行动来维护 NPT， 中方干净彻底地打掉了三国的修正案。王洵表示，三国试图脱离机构政府间审议进程，强行闯关是行不通的。中方敦促三国重返防扩散体系的轨道，不要在核扩散的道路上一错再错，更不要走到国际社会的对立面。观察认为，这不斥为中方近期在国际多边场合博弈中取得的一次重大外交胜利。与其说这是中方的重要的外交胜利，不如说呢，这是中方秉持国际公平正义的一次胜利，或者说呢，是国际社会关注核不扩散的问题，对于相关的一些危险动向进行回击的一次重要的胜利。我们都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每年的大会，它是它的相关机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是进行审议、探讨一系列重要问题的平台。而最终呢，大会的决议当中写入的内容是代表着各方的共识，要从根本上来防止核扩散的危险的动向，代表的是各方的共同关切，国际公平正义。所以这是这一次结果，我们能够出现这种成功，它背后的基本因素。所以可以看到的是，美英澳三方的合作确实是不得人心。实际上，自去年9月，美英澳三国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以来，围绕三国核潜艇合作问题，各方展开了长期博弈和激烈交锋。期间，面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带来的严重核扩散风险，新西兰、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区域国家就明确表示将禁止澳大利亚核潜艇驶入该国水域。中国作为地域国家代表和国际公平秩序的维护者，也策略性地对奥库斯企图将核潜艇引入地区的核扩散行径进行有力的反击。9月中旬，就在奥库斯成立1周年之际，中方推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在单独正式议题下专门讨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问题。王洵大使在9月15号当天列出了这三国核潜艇合作的7大问题，并表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达成以来，核武器国家首次公然向无核武器国家输出成吨的核武器材料。不光是输出数量大，在浓缩铀丰度上，美英直接向澳输出丰度超过90%的武器级高浓铀，远超其为伊朗划定的3.67%红线。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是涉及核武器材料的非法转让，是赤裸裸的核扩散行径。但一直以来，三国始终回避其核扩散行径的问题本质，散发了很多的谬论，来混淆是非，误导国际社会。美国彭博社当时在报道此事时，罕见地将王洵大使的发言如实且详细地进行了呈现，指奥库斯暴露了华盛顿的双重标准，即允许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却对伊朗核计划采取强硬立场。而面对相关国际组织和稀泥的做法，中方也予以了有力驳斥。本月中旬，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就美英澳核潜艇合作保障监督问题向机构理事会提交报告，表示机构已与三国就相关问题开展技术磋商，还表示欢迎美英澳就此与机构保持接触。舆论认为这是企图将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洗白的行为。
王群当时就代表中方表示反对。他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不能沦为三国政治工具，做出误导性结论。总干事在缺乏正当法律依据和成员国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处理美英澳三国核潜艇合作这一核扩散行径，甚至在这三国尚未申报有关核材料和核活动的情况下，就已做出其核潜艇合作适用全面保障监督协定例外条款等一系列结论，这既不合规也不合法，十分荒唐。另据美媒报道，西方国家官员日前透露，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和讨论一项计划，即在美国建造澳大利亚的首批核潜艇，从而加快后者获得核潜艇的进程，以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去年9月15号，美英澳三国高调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美英两国将向澳提供核潜艇技术，助其组建核潜艇编队。但现在美方一改授人以鱼的策略，打算直接授人以渔，直接出售核潜艇给澳大利亚，这令国际舆论感到愕然。分析指出，这是因为美澳研判认为直接交易的难度更小。首先，短期内澳大利亚几乎不可能建立核潜艇生产线。其次，美方可以在漫长的生产周期内暂时部分缓解关于核技术和核原料转移的核不扩散国际压力。第三，美国拉拢英澳搞奥库斯小团体，除了对华军事围堵的战略目的，还有提振本国制造业的经济目的，把庞大的供应链留在美国本土，无疑可以帮助美国军工复合体实现利益最大化。首先呢，美国为什么希望自己的重要的地区盟友能够获得核潜艇的能力，并不是地区安全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而是美国希望在南海等地区在安全方面有更多的主导权、控制权，这是美方的核心目标。所以呢，不管是让盟友有建造核潜艇的能力，还是自己直接建好潜艇交给盟友，不管是打鱼的这种方式，还是鱼本身，其实美国的目标都是尽快的落实所谓的印太战略，让盟友发挥起作用。但是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对直接向美国购买核潜艇表示不乐观。如果只是向美国船厂购买，何必大费周章成立美英澳奥库斯？事实上，这一想法也遭到美国军方的强烈反对。五角大楼官员曾表示，当前美国海军的换代压力巨大，无论是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还是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都接近服役末期。美国造船业即便全力运作，也只能勉强满足自身的换代需求。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曾分析指出，如果要扩大核潜艇产能，美国的造船厂要先期花费数十亿美元来兴建各种设施，从经济上来说也是不划算的，除非澳方愿意做出一些贡献。澳方还曾提出过向英国租借机敏级核潜艇的想法，但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9月初明确表示拒绝。澳大利亚前外交官布鲁斯·海格直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奥库斯看起来都像是一场骗局，目的是掩盖美英直接在澳大利亚部署核潜艇的企图，而吃亏的是澳大利亚，因为无论如何都会违反核不扩散协议条款，且不能说服国际社会，甚至不能说服新西兰等邻国。首先，从规则的层面，国际社会提出质疑，美国担心会产生更多的反噬效果。而同时呢，在核潜艇的落实的过程当中，所谓夜长梦多，美国希望尽快的实现相关的能力在不断的推动，但是恰恰证明的是，不管是澳大利亚方面还是美国方面，相应的支持能力，包括建造能力的不足，所以能力的不足让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更加焦虑。那现在呢，一系列的反应仍然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是选择把路走得越来越窄，还是呢选择更多的拓展自身的空间来服务自己的国家利益，更好的平衡各方面的政策主张？这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题，但是呢是答案非常清楚的一道选择题。下个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中方彻底打掉澳英美三国核潜艇项目谋求合法化企图，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一进展？主持人好。澳英美签署 aukus 协议以后，就出现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美英呢是拥核国家，但是澳大利亚呢不能拥有核武器。那么按照核不扩散条约呢，有核武器缔约国向无核武器缔约国输出核材料和核技术呢，都是严重的核扩散违法行为。对此呢，这个澳英美试图暗度陈仓，以核潜艇制造和核装置均在英美为理由，试图呢让核潜艇项目合法化。这个他们认为呢这不算核扩散，他们呢还试图通过误导舆论，污蔑审议程序的正义性，试图闯关。那么今年9月底啊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第66届大会上，
中方和其他的成员国呢主持正义，对澳英美的所谓修正案进行了审议，确定了澳英美核潜艇项目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就是说呢，从国际法上已经宣布澳英美核潜艇项目为非法，是核武器非法转让，是不能够继续进行的。这是中国呢为维护国际法权威做出的重大贡献，对维护南海和平和亚太地区的和平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澳英美核潜艇项目被判为非法，那这个项目还能进行吗？从法律角度讲呢，这个项目被视为非法，就不能够继续进行了。但是呢，美国是无视国际法的，美英呢为了澳大利亚制造核潜艇的这个项目呢，还可能继续进行。但是现在呢，除了非法这个麻烦，澳英美还有其他的麻烦。那么这个项目呢，能不能进行下去，还真的存在很多的障碍。首先是缺钱，澳大利亚呢需要筹资900亿美元来让这个英美建造12艘核潜艇。那么这笔钱在哪里？澳大利亚呢还不知道。为了造核潜艇，美国呢还需要数十亿美元来扩充核潜艇建造能力。那么这个钱谁出？美国出还是澳大利亚出？没有定论。其次呢是英美如何分工，现在还在争执。美英呢都想赚这笔钱，但谁做什么没有协商好，也难以协调。第三是亚太国家对澳大利亚建立核潜艇舰队感到不安，认为对地区安全构成了威胁，会从外交和安全上呢不断的敲打澳英美。那么亚太国家呢对澳大利亚的压力呢也将不断的增加。第四呢是参与aukus协议签订的政治人物会随时下台，也可能引发继任者的反思和修订。那么澳英美核潜艇项目呢已经引发了澳大利亚政界和学界的反思。有澳大利亚学者呢就尖锐地指出，对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aukus协议呢都像是一场由美国主谋、英国盲从，最终让澳大利亚充当马前卒的骗局。这是一项政治决定，而不是安全协议。所以这个美英呢为澳大利亚制造核潜艇的项目，那么就存在未生先死的可能性，而且呢这种可能性还比较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73周年之际，美国多位政要表达祝福。美官员近期也在多个场合呼吁中美重启对话，并重点谈及希望在健康、气候变化、禁毒等领域应对全球挑战。但与此同时，美方拉拢小圈子的行为依然没有停止。分析认为，中美关系无论是重启对话，还是回到正常轨道上来，都需要美方真正的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以及合作共赢。美国总统拜登代表美国政府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73周年，表示和美国人民一道，祝福全体中国人民享受和平与繁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五也发声明祝贺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他特别提到，美方欢迎在健康、气候变化、禁毒和相互利益交汇的其他领域与中方合作应对全球挑战。8月份，因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窜台，性质恶劣，中方终止了8项与美国的对话合作，进行反制。近期，美国多名官员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中国重启对话。周四，在新加坡举行的第9届米尔肯研究所亚洲峰会上，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表示，希望中美关系重回正轨。Our message to the Chinese is, let's talk, open these dialogues, and let's move forward. 伯恩斯表示，美国并不想与中国脱钩。他指出，美国投资者持有1.2万亿美元的中国股票和债券。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美方近期通过外交系统在多个多边场合向中方表态，意图给因佩洛西窜台而陷入僵局的中美关系解围，同时也释放出给台海局势竭力降温的信息。但分析也指出，美方重点要求与中国重启对话合作的领域，实际上都是对美方来说有利可图的领域。例如，中方配合美方打击芬太尼是拜登政府禁毒的重要前提。美方近期拿来说事的气变领域，中国产业链则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而健康领域则意味着美国的优势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扩大中国市场。事实上，中方的态度一直很明确。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上周在纽约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强调，中美两个大国既有共同利益，也有深刻分歧，这一点不会改变。
双方从接触第一天起就知道是在和制度不同的国家打交道，这并未妨碍双方基于共同利益开展合作，也不应该成为中美对立对抗的理由。希望美方端正对华认知，反思和改变以遏制打压为主线的对华政策，不要再试图以实力地位和中国人打交道，不要总想着阻遏中国的发展，不要动辄就搞单边霸凌，要为双方恢复正常交往创造良好氛围，要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最近这段时间呢，由于美方的一些错误的言行，中美关系呢其实遇到了很多的波折。在这种情况下呢，美方的这些官员他的呼吁实际上也表明美方他对于中美关系未来的一种焦虑，那就是如果说中美关系继续朝着不好的方向滑下去的话，对于美方的利益也会造成重大的侵害。值得警惕的是，美方背地里仍然小动作不断拉小圈子。周六，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夏威夷檀香山会见了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和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就三国联盟问题举行三边会议。三国防长同意加强军事合作，以制衡所谓中国在太平洋区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三人一致同意，为提高自卫队与美军、澳军的相互运用性，将强化联合训练、情报交换和技术合作。滨田介绍了日本有关修改外交安保长期指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探讨情况。三人还商定将密切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事实上，日澳两国出现在美国近期拉的多个小圈子政治团体中，这些团团伙伙的目的都是所谓制衡中国。传统上来说，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话，所谓两个盟友，而且是最重要的两个盟友，一个呢是日本，被誉为美国亚太战略的北锚；另外一个是澳大利亚，作为被誉为美国亚太战略的这个南锚。那我们看到，所以美国为了进一步的强化在亚太地区对中国的这种战略围堵，那么势必会强化和刺激，或者推动日本和澳大利亚两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如此，美国近期还极力拉拢太平洋岛国。本周三，首届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美国总统拜登在会上表示，美方希望与太平洋国家加强合作。The security of America, quite frankly, and the world depends on your security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Pacific Islands, and I really mean that. 美方拿出的不仅有阵仗，还有美元。拜登在会上宣布向该地区增加8.1亿美元投资，以加强在气候变化、海洋经济等领域合作。美方还公布了首份太平洋岛国伙伴关系战略。这份战略提出，美方需要大幅增加在该地区的整体外交存在和接触，包括新建大使馆、新增美国各政府机构的派驻人员、加强美国海岸警卫队及国防部门与相关国家的接触。对此，中国外交部强调，中方对于有意愿的国家加强同岛国的正常交往合作持开放态度。同时，我们认为太平洋岛国不应该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更不应该把阵营对抗复制到太平洋岛国。南太地区其实对于美国的过去的霸权行径，包括在南太地区进行各种各样的核试验呐，造成巨大的这种损害或生态环境的这种破坏，一直没有得到美国真心诚意的，不要说补偿了，甚至说连道歉都没有。那我觉得日久见人心嘛，南太地区会在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这个判断之下来合理的、客观的评估他们跟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国两党加大对中国议题的炒作力度，成立与中国相关的小组或者委员会也成为一种炒作手段。一些议员趁机给自己贴标签，搞小圈子捞取政治资本。据彭博社报道，由美国两党议员组成的小组呼吁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对华策略，并倡议成立中国大战略委员会，在委员会下整合出一个一致的对华策略。上述委员会将有6名行政部门成员、2名参议员、2名众议员和来自私营部门的8名成员，目标是要整合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稳定国际秩序步骤，同时为加强美国国家安全提供建议。委员会表示，希望这个由18名成员组成的中国委员会能作为2023财政年度国防开支法案的一部分，并加以颁布。这些议员批评美国采取的对华策略过于草率。国会开始在对华问题上，有一些鹰派的议员或者极端保守派议员，开始日渐的发声。一方面可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啊，因为政治正确嘛。另外一方面的话，可以借此获取很多的这个或者收割各种经济和政治上的这个利益。同时，另外一方面的话，就国会也是希望在对华战略上能够有更大的发言权，能够对白宫进行一定的掣肘。
俄乌双方近日围绕顿涅茨克地区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控制权展开激烈战斗。乌克兰媒体周六表示，乌军已经控制了红利曼。俄国防部当天则表示，俄军和顿巴斯地区武装已从红利曼撤离。与此同时，乌克兰申请加速加入北约一事也引发各界不同反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加拿大外长乔利对乌克兰加入北约表达了支持。不过，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警告称，对美国来说，把乌克兰纳入北约并不是明智的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六表示，乌克兰的国旗已经在红利曼飘扬。乌克兰媒体当天发布乌军在红利曼行政大楼前的视频，称乌军已经控制了此地。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说，由于受到被包围的威胁，俄军和顿巴斯地区武装已从红利曼撤离到更有利的位置。В связи с созданием угрозы окружения, союзные войска были отведены из населенного пункта Красный Лиман на более выгодные рубежи. 红利曼地区面积不大，但地理位置重要，当地是铁路枢纽。此地曾作为俄军前线地面通信和后勤补给的枢纽。法新社认为，重新获得红利曼控制权是乌克兰大反攻开始以来的一个重大胜利。美联社则认为，莫斯科从红利曼撤军，导致普京将乌克兰4州纳入版图的声明变得更加复杂。红利曼呢，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的要地啊。那么，实际上对乌军来说呢，这是他在哈尔科夫反攻的后续的一个动作。那么，对于俄方来讲呢，红利曼的失守会使得他整个对顿涅茨克州乌方控制区的这个包围圈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这个缺口。那实际上会影响到俄方对整个顿涅茨克的这样一个攻势。我想至于说后面俄乌双方会怎么继续打下去，那么战事会怎么样发展的话呢？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变量还是要看俄罗斯在这个部分动员之后能不能组织有效的这个兵力，那么这些兵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扭转战局，或者说在什么时候能够有效的到位，这可能是未来战局走向的一个重要的看点。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对红利曼的失守感到愤怒，他在社交媒体上说，由于缺乏基本的军事后勤保障，今天我们放弃了几个定居点和一大片领土。他建议应该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直到在边境地区宣布戒严，并使用低当量核武器。他还表示，没有必要在做出每个决定时都考虑美西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回应称，美国尚未发现俄罗斯有考虑动用核武之举。布林肯指责莫斯科轻率谈论动用核武极不负责，并称将严肃看待。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不断强化对北约的控制。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五角大楼计划在德国威斯巴登设立一个指挥部，统筹美军为乌克兰部队提供的培训服务和装备援助。不过，美国官方尚未公开讨论该提案。报道援引美国军方和政府官员的话说，该指挥部将由一名美国高级将领领导。确实，我们看到最近这个美国对俄乌冲突的介入力度可以说不断的加深。那么提供的武器它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那么在这个情报各方面的支持的力度也在上升，尤其在这个指挥方面我觉得这个美国确实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包括有一些武器装备的直接的使用都是美国在后面手把手的那么教乌军来使用。那么这次如果说要建立一个指挥基地的话呢，我想呢又标志着美国对俄乌冲突介入力度的进一步上升。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俄乌冲突升级的可能性确实在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宣布乌东4个区入俄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随即发布视频，显示自己签署北约申请文件。泽连斯基还表示，他的入盟申请是要将事实上的联盟落实到法律上，并要求一个加速的程序，一个与乌克兰正在保卫整个自由社会的重要性相匹配的快速程序。对于乌克兰的申请，北约反应谨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五回应说，北约仍然对欧洲所有民主国家开放，乌克兰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但当前的重点是向基辅提供支援。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和加拿大已表明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虽然也没有提及加速乌克兰入约的安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记者说，我们强力支持寻求加入的国家成为北约的一员，这可以壮大北约的力量。实际上，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令北约直接面临与俄罗斯冲突的风险，因此美国内部也意见不一。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就在白宫告诉记者，美国坚信北约应奉行开放政策，但现在并不是考虑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正确时机。周六，布林肯的态度也有所松动。他对记者表示，我们强烈支持那些希望加入并能贡献其能力的国家加入北约。不过，他也补充说，这有一个程序，各国将继续遵循这个程序。I can only repeat that NATO's door will remain open, including for Ukraine.
There is a well-known process for countries that seek to join NATO, a process that Ukraine, amongst others, continue to pursue if they wish so.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则对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持保留态度。他表示，我们将继续通过提供重型武器支持乌克兰行使自卫权，但我们也在尽一切努力确保其他国家和北约不被拖入这场战争。报道指出，一般来说，加入北约的先决条件是候选国不得卷入国际冲突和边界争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周五在美国外交学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华盛顿试图将乌克兰纳入北约的做法是不明智的。他说，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美国后来还试图将整个地区无差别地纳入到美国主导的战略体系内。他还表示，这一做法基本上抹去了俄罗斯历史上的安全地带。基辛格还认为，西方和俄罗斯迟早要进行对话。It's not in the interest of the world, or certainly not of the West, to have a Russia that feels totally excluded from the Western system, and therefore some dialogue, maybe on an unofficial level, maybe in an exploratory way. It's very important in this prelude. 因为我想对美国和北约来讲他们是希望通过俄乌冲突尽可能来消耗俄罗斯。那么希望俄乌冲突尽可能的延长，那么俄罗斯能够在这个俄乌冲突中尽可能的消耗它的国力、军力、军事力量。那么我想这是美国的目标。但如果说乌克兰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加入北约的话呢，北约就要对乌克兰负有更大的这个义务，那么实际上就要直接派兵来协助乌克兰作战。我想这对北约来说是不希望看到的。周一遭遇爆炸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已经于周六停止漏气。坏消息是，海水倒灌可能令管道被腐蚀而永久报废。俄方则强调，只要动作快，就还有修复的可能。但修复这条深藏海平面下近100米深处的管道，谈何容易？而到底是谁破坏了这条价值昂贵的管道，也陷入罗生门。各方自说自话。唯一能确定的是，有能力在海底近100米深处绕过军方侦察，布设100公斤级 TNT 炸药的，只有可能是国家行为体。北溪天然气管道公司发言人周六表示，北溪2天然气管道的天然气泄漏已经停止，这意味着在泄漏6天之后，北溪管道内的残余气体已经漏光。德国《明镜周刊》援引技术专家的分析称，接下来海水将入侵管道内部，进而腐蚀管道，这将导致北溪管道彻底报废。不过，也有乐观的预期认为，管道内部气压与海水压力形成平衡，或可阻止海水进入管道内部。管道公司方面则表示，停止泄漏后，工作人员将能安全进入管道受损区段进行检查，从而评估是否能够修复以及如何修复。即使可以修复，相关工程还将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难题，因为当前俄罗斯正遭受欧盟制裁。此前，由于欧盟对俄的高科技禁运问题，导致北溪1的一个关键涡轮机送修后迟迟无法交还给管道公司。修复因爆炸受损管道所使用的技术显然要更复杂，欧盟内部或很难就豁免达成一致。即使达成一致，相关工程也需要半年以上，这意味着在这个冬季到来之前，北溪管道都无法使用。我想在可预见的未来，北溪管道不太可能得到一个真正的重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今年冬天欧洲的这个天然气供应一定是处于一个短缺的状态。联合国表示，北溪管道泄漏约8万吨甲烷，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单一温室气体排放事故，酿成环境灾难，将加速全球气候变暖。挪威大气研究所监测到，泄漏地点的上空已经形成大片甲烷云，并不断蔓延扩散。参与营运北溪管道的德国周六表示，将与丹麦和瑞典联合调查北溪天然气管道泄漏一事，并引入海军、警方和情报机构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之所以是德国、丹麦、瑞典来进行调查的话呢，首先当然是德国它是北溪管道的一个终端的这个用户那么可以说北溪管道本身就是从俄罗斯修往德国，那么他来调查的话呢，应该说还是有一定名正言顺的这样的意义。那么至于说丹麦和瑞典的话呢，因为它2个国家的这个海域是比较接近于这个北溪2管道发生爆炸的这个区域。据悉，北溪管道的海底段肤射深度为70到90米，管道使用厚度为4.1厘米的钢管，外层包有11厘米的钢筋混凝土，可以抵御一般的爆炸或者地震。
据瑞典和丹麦地震部门监测数据，周一监测到震中位于水中而非海床的2次异常地质活动数据，因此可以非常确定并非由地震引发。2次爆炸威力引发了震级为2.3和2.1的2次地震，据此测算，相当于100公斤的 TNT 炸药爆炸。由于事发海域属水深小于100米的浅水区，因此有英国军事专家认为，可以排除是潜艇所为，极有可能是伪装成商船的船舶在几天或几周之前预先布下水雷，然后以遥控方式引爆。不过，也有美国海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指出，通过蛙人或者水下无人机的方式，也可以进行布设水雷作业。但一个疑点是，北溪管道这次遭遇爆炸的地点位于瑞典和丹麦的专属经济区，而这2国的海军侦察力量较强，如果相关水域有布设水雷这样的军事行动，很难躲过他们的侦察。欧美国家对这次事件由爆炸引起没有疑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和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都将事件定性为攻击。乌克兰声称这是由俄罗斯策划的恐怖袭击和对欧盟的侵略行为，但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则反驳称，指责俄罗斯的说法是愚蠢和荒谬。俄罗斯外交部还申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讨论。俄罗斯媒体也指出，俄罗斯是北溪管道的大股东，没有自己炸自己的动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发声明表示，欧盟将支持全面清晰调查事件，并进一步加强区内能源安全抗压性。目前，欧洲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的挪威已经宣布加强对能源设施的安全保卫工作，包括陆上输送站和大陆架上的钻探平台。挪威皇家海军学院高级讲师斯特伦文表示，挪威出口的能源或天然气已成为目前欧洲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如果连他们也中断，欧洲将面临全面能源危机。到底是谁炸了北溪管道，引发多国舆论的口水仗？德国《明镜周刊》周二引述匿名消息报道称，美国中情局前几个月曾警告德国政府，指波罗的海的天然气管道可能会受袭。德国情报部门当时也做出了北溪管道或将成为袭击目标的评估，但德国政府目前拒绝回应这一报道。挪威石油能源安全机构则通报称，近期有多家油气田运营公司投诉有不明无人机靠近他们的近岸设施。英国《金融时报》则报道，今年6月时，有一艘俄罗斯军舰曾进入事发地点附近的丹麦海域。北溪管道被炸后，欧洲天然气价格再次上涨，民众抗议不断。My energy bill, which would be my gas and electric, before April last year was £97 a month, and now it's £253 a month. Yeah, it's a lot. It's a lot. Where are we to get that from? I mean, one of the things is everything is rising, and my old age pension has not gone up. None of my wages, I do various work, none of that has risen.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五在记者会上谈及北溪管道泄漏时的一番表态，引发欧洲舆论不满。布林肯当时说，北溪管道被炸是一次巨大的机会，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周三在其社交平台上转发了一名网友的推文，推文中援引了2月美国媒体的一则报道。特朗普暗示北溪管道泄漏背后有拜登的影子。If Russia invades, that means tanks or troops crossing the border of Ukraine again. Then there will be no longer a Nord Stream 2. We will bring an end to it. 拜登2月份的这番说法迅速受到美国舆论的关注。偏向共和党的电视台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认为，拜登的话不可能是随便说，因为他当时使用了发言稿。He didn't say, I will pause the delivery of gas from Russia to Germany. He said, there won't be a Nord Stream 2. We'll put an end to it. We'll take it out. We'll blow it up. How will you do this? He was asked. I promise you we will be able to do it. Close allies of the Biden White House, Radek Sikorski is a Polish politician. So when the pipelines blew up, Sikorski responded immediately. And here's what he wrote. Thank you, USA. 布林肯已经表示要加强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以保障欧洲的能源安全。美国的天然气企业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不过，美国政治分析人士安德鲁·科里布科认为，北溪管道遭破坏，波兰也是最大获益方之一，因为该国的欧洲能源枢纽的地位将得以提升。而且，北溪管道一旦报废，将彻底断了俄欧之间海底输气通道，东欧国家包括乌克兰都将获益。
在能源方面自从特朗普时期就一直希望能够取代俄罗斯，那么成为欧洲天然气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供应商。那么从这个商业的角度来讲，美国似乎是得利的。另外呢，从这个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美国也是希望能够打断俄罗斯和欧洲之间这种能源的这个命脉。这样的话呢，使得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继续的这个分化。那么我想从这2个角度来讲北溪管道发生这个事故发生爆炸，那么应该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乌克兰宣布，乌军已在1号收复乌东战略重镇红利曼，而俄罗斯国防部也在当天确认，俄驻防部队已从红利曼撤出至有利位置。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乌军反攻红利曼得手，那么这是在东部战场继拿下19亩之后取得的又一个重要战果。甚至按照美联社昨天分析电稿标题的一个夸张说法，这意味着俄乌冲突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那么红利曼在俄乌冲突爆发前人口不过2万人。小城它之所以被称作是战略重镇，因为它地处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3州的交界，行政区划呢归属顿涅茨克州，地理位置是极其重要。和19亩一样，那么红利曼一定程度上也承担了俄军在东部前线后勤给养枢纽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当然了，外界对乌军重夺红利曼格外关注，更大的动因还在于实际因素。因为呢，就在前一天，俄罗斯总统刚刚在克里姆林宫再度发表长篇讲话，并且呢举行签字仪式，宣布俄军控制的乌克兰4地入俄，成为俄永久领土。那么在舆论战、信息战领域，自俄乌冲突打响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始终是占上风的全面进攻方，他自然不会放过红利曼战果带来的媒体效应。吴总统在周6晚的视频讲话中炮轰俄方强推公投入俄，完全是一出闹剧，宣称乌军很快将会在顿巴斯地区拿下更多的城镇。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昨天在乌军相关公布之后，仅隔几个小时，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少将就相当罕见地向俄国家通讯社塔斯社确认了相关的消息。而且呢，这位发言人他讲得非常坦率，信息量极大。他就声称说，俄军存在陷入包围的威胁，因而呢主动撤至更加有利的位置。那么对照乌方此前的一个说法，乌军已经对红利曼3面合围，仅于东部的通道。克拉申科夫还提到说，对手尽管遭受了损失，但是呢在兵力和物资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引入了预备役部队在持续的进攻。那从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的口中听到对乌军在顿巴斯的局地战场拥有兵力与物资2大明显优势这样一种主动确认，那么这对俄乌冲突的很多观察者来说无疑是极具震撼的。尤其在俄罗斯已经开始在国内局部动员的这个大背景之下，这恐怕是外界评估观察俄乌顿巴斯会战走向的很关键的一个变量。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对俄军退守红利曼态势强硬，他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采取更激进措施，甚至扬言使用低当量核武。您对此如何看？卡德罗夫年轻气盛，是俄罗斯公认的强硬派，也是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坚定的支持者。此前呢，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长达数周的战事中，车臣武装一直是主要的战力。但是呢，引人瞩目的是，自乌军上个月在东线反攻得手以来，卡德罗夫频频在社交媒体公开发声，质疑批评俄军的前线指挥不力。俄军9月自哈尔科夫市周边撤退之后，卡德罗夫就曾经发帖攻击俄罗斯国防部，强烈暗示俄罗斯总统对前线的真实情况并没有全盘掌握。昨天呢，卡德罗夫更是直接把矛头指向负责红利曼驻防的俄军指挥官亚历山大·拉平。他自曝曾直接向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投诉他的军事指挥，公开抱怨昨天是19亩的行军，那么今天是红利曼的旗帜，明天又是什么呢？卡德罗夫就更加严厉要求就红利曼的失守要追责拉平上校，要剥夺他的职衔，并且发送到前线去当2等兵。战事进展不利，军方肯定是最大的承压方，所以目前部署在乌东前线的俄军可谓是压力山大。那么如此来看，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坦诚，乌军在局部战场已经取得2大明显优势，恐怕也有为俄罗斯军队化解国内压力、回击指挥批评的这种自辩的考量。
当然了，对俄罗斯国防部来说，如何在顿巴斯全域战场重建兵力与物资的优势，短期内恐怕也是很难有解的。而且呢，随着乌东气候转冷，那么这2大挑战估计还将会进一步的放大。至于俄方正在全面推进的局部动员，且不说新招的这个兵员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有效战力，我们单从俄罗斯与一些个邻近国家边界哨卡大排长龙的离境车队来看，扩军征兵30万的这个进程啊，同样是不容乐观的。那么至于卡德罗夫他有关战术核武器，也就是低当量核武的这个应用的呼吁啊，这更是一个相当令人担心的一个危险的事态。那么提议动用战术核武的危险性何在呢？有多大现实可能性？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会不会引爆核对抗？这始终是这场冲突最危险也是最不可测的一个悬念。那么，在俄罗斯宣布正式合并乌东4个地区之后，《华盛顿邮报》昨天在一篇报道中用了一个耸人的标题，说世界离核大战仅2-3步之遥，所谓 2 or 3 steps away from nuclear war。美报就引述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弗朗兹·加迪的这个分析研判说，当前的态势啊，已经是自上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核边缘对抗态势最严峻的时刻。俄罗斯总统周五在演讲中就再次强调说，4个地区合并进入俄罗斯是永久性的，永久成为俄罗斯的领土。那么俄方将会采用一切手段来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那么这一切手段，它所指外界不难判断，对应通常加载于洲际弹道导弹的大型战略核武器。那么战术核武器啊，它的杀伤力小得多，爆炸当量呢可以是1000吨的 TNT 或者是更少。当然了，大型的战术核武也可以达到10000吨级。那么相比较战略核武、战术核武呢，它更加灵活机动。外界一般估计，俄罗斯目前至少拥有2000件战术核武器。那么它的战术核弹头可以加载于诸如巡航导弹之类的多类型的导弹，也可以从飞机或者是舰船作为反舰导弹、鱼雷和深水炸弹发射。那么必须要指出，迄今呢，战术核武还从来没有在全球冲突中使用的实战案例。那么至今啊，也没有一个拥核国愿意冒着引发全面核大战的巨大的毁灭性的风险来使用它。那么一旦俄方在顿巴斯会战中进展不利，小型的战术核武会不会成为改变战场走向的最后的大杀器？那么这已经越来越引起外界的担心。那么这也正是卡德罗夫呼吁的危险性所在。